聊聊程毅眼神里那种不敢对视的压迫感。同一个演员，放到这部戏里，你觉得他神了，换到那部戏里，你又觉得，怎么好像差点意思。同一张脸，同样的演技底子，怎么评价能差这么多？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可能根本就不在演员身上，而在他站的那个赛道，用的是哪一把尺子在量他？今天我就想跟宝子们聊这么一件我最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的事儿，而且我觉得聊明白了，你以后看剧的眼光都会不太一样。你猜怎么着 ？Showbiz 里大家评价一个演员，习惯性的就拿两把尺子，一把叫颜值，一把叫流量。这两把尺子好用啊，直观，不用动脑子，一眼就能比出个高下。谁好看，谁数据猛，榜一榜二，清清楚楚。但我发现个事儿，有那么一类戏，这两把尺子放上去，基本失灵，量不出东西来。说白了就是悬疑。咱们先别急着夸谁，我想先把一个词摆到桌面上，可信度。英文叫 credibility。这个词平时不太有人拿来聊演技，大家聊演技爱聊炸裂封神，听着热闹，但都太虚。我觉得可信度才是真正的关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演的这个人，观众信不信他是真的？注意啊，不是信你长得好看，不是信你上了多少热搜，是信你这个眼神，这个反应，这个停顿，是这个角色在这个情境下真的会有的东西。观众心里那杆秤咯噔一下认了，这个人是真的，这就是可信度。你想想看，颜值这东西，它是可以被包装出来的，滤镜能修，打光能救，运镜能藏，角度能挑。流量呢？数据这块，这个我得说保守一点，里头水分有多少是另外一个话题，咱今天不展开，免得跑偏。但可信度不一样，可信度这玩意儿，它没法外包，没法代工，修图修不出来，配乐轰不出来，再好的团队也帮不了你。你就是得靠演员自己那张脸上，那双眼睛里真的有东西。没有，就是没有，1秒钟就露馅。行，这就引出今天真正想深挖的那一个点了。我今天不贪多，就盯着这一件事往死里说，为什么悬疑这个赛道对演员这么残酷？残酷在哪？我跟你讲，残酷就残酷在观众的状态。你看古偶，看甜宠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我先说清楚啊，宝子们千万别误会，我没有半点看不起这两个类型的意思。他们要的是另一套本事，情绪浓度、氛围感，那种1秒钟把你甜到心里，上头到停不下来的糖分。这本身也是硬功夫，不是谁都做得好，做砸的多了去了。他们跟悬疑不是高低的关系，是要求不一样，是2张不同的考卷。这个前提我先摆在这儿。但悬疑真的不一样，看悬疑的观众是带着脑子进来的，他不是被动地感受，他是主动的审视，一边看一边在推理，在验证，在挑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他刚才那句话有没有破绽？他这个反应对不对劲？观众整个人是醒着的，是睁大了眼睛在盯着你找漏洞的。那么问题来了，观众一旦进入这种审视的状态，演员身上任何一点点假都会被瞬间抓出来。眼神空1秒，出戏；反应逻辑错一拍，出戏；该绷紧的时候松了，该稳住的时候飘了，全出戏。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藏。这就好比国偶甜宠那边是开着美颜滤镜，配着 BGM 在唱歌，偶尔一个音不准，氛围一裹，可能就划过去了，观众正上头呢，没空计较。可悬疑这边是清唱，是把麦克风对到你嘴边的清唱，一个气口不对，全场都听得见。同样一个空洞的对视，搁古偶里能混过去，搁悬疑里，观众啪一下就出来了，还得骂一句这什么眼神。所以我常说，悬疑剧对演员来说像一面照妖镜，你行不行？这个赛道最诚实，一照一个准，谁都别想蒙。好，顺着这个思路，咱们就得说到诚意了。作为他的观众，我当然是有偏爱的，这个我不藏着掖着，承认了。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跟宝子们保证是公平的。为什么？
因为前面说了半天，可信度这东西，他骗不了人，他不看我喜不喜欢他。我要是瞎吹，你自己一看戏就拆穿我了。那他到底厉害在哪？我不玩那些虚的形容词，给你说的具体点，就是那个眼神的压迫感。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体验？看他某段对峙戏的时候，那个眼神冷不丁盯过来，你一个坐在屏幕外面隔着一块玻璃的观众，居然会有一点点不敢对视，看不过3秒就下意识想躲一下，想暂停，想喘口气。一个隔着屏幕的人，凭什么让你有这种生理反应？这事儿其实是有科学在里头的，不是玄学。人对被注视这件事是有本能反应的。别人的目光落在你身上，一旦超过某个时长，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被审视、被看穿，有点危险的应激状态。心理学里管这个叫 gaze pressure， 注视压迫。厉害的演员是能隔着镜头把这个东西传递出来的。程毅在悬疑戏里，他不是在瞪谁不会啊，那是用力，是使劲，是没技术含量的。他是让那个眼神里有信息量，你能从那双眼睛里读出来，这个角色此刻在算计什么，在死死压着什么情绪，在怎么判断，怎么解剖眼前这个人。眼神一给，信息就到了，台词都还没说呢。这个东西，说实话我有点词穷，它很难拆成一个个零件摆给你看，但你一看就知道有没有，身体比脑子诚实。再说一个我特别欣赏的点，听说他跟导演拍关键戏的时候，会在监视器那儿一帧一帧的抠，回放，盯着看，提方案，再调，再回放，一帧一帧啊，宝子们，不是一场一场，是一帧一帧。这个信息我得说明白，我没拿到第一手资料，是听来的，要是不准确，欢迎评论区指正，但这个工作方式如果属实的话，它就特别能解释为什么它的可信度能撑得住悬疑这么苛刻的一个赛道。你看到的那种信，背后是这么一帧一帧磨出来的，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不是运气好，是笨功夫，是把火候一点一点熬到刚刚好。这儿我想停一下，插一句我一直以来都有的一个观点，可能有点争议。我始终觉得流量演员这个群体被苛责的有点过头了，那个要求已经超过了他们真实的水平区间，大家好像默认了长得好看、有流量就活该演技被踩。但我不这么看，而且说到底啊，好不好看真没那么重要。一个演员的天花板从来就不是那张脸，是他能不能在观众带着脑子看戏，半点情面都不留的时候，还能让你信，还能把你摁在椅子上，让你在看戏的那一刻真的被打动，真的心里一颤。能做到这个就够了，这才是本事。而程毅在悬疑里做到的，恰恰就是这件最难、最没法作弊的事。行，夸也夸了，观点也表了，咱们把这期最实用的东西给宝子们带走，一套你自己就能上手用的判断演技的小工具。学会这个以后，你看任何一部悬疑剧，不用听别人在那儿吵，不用等谁给你结论，你自己心里就有杆秤了。第一条，看眼神里有没有信息量。记住，不是看漂不漂亮，不是看双眼皮大不大，是看那个眼神背后有没有在想事儿。空的、飘的，只是睁着的，只是对着镜头摆的，那就是没到位，那就是眼里没戏。第二条，看反应的逻辑对不对。角色听到一个关键信息的那一瞬间，那半秒钟的微反应合不合理，这个特别能露底。真信这个角色的演员，他的反应是从里往外冒出来的，是自然的；不信的，是从外面贴上去的，是我知道这里该惊讶，所以我做个惊讶，隔着一层。你多看几次就能感觉到那个隔。第三条，也是最狠的一条，看他静止不说话，镜头只是扫过去的时候，人还在不在戏里。台词好演，给了词照着演就行。真正难的是没词的时候，是那些留白的、沉默的，只有一个背影或者一个侧脸的镜头。镜头扫过去，他人在，魂也在，那个角色还牢牢地长在他身上，这就是真功夫，这是藏不住也装不出来的。你把这3条记牢了，回头去看程毅那些对峙戏，再拿去看任何一部你喜欢的悬疑剧，
你会发现你看戏的眼光真的不太一样了。你不再是被动的被剧情牵着走，你开始能看懂演员在干嘛了。这就是我今天最想塞给你的东西，比夸谁一句演技炸裂有用100倍。所以到最后，我不打算给你灌一个现成的结论，让你照单全收。我给你留个作业，你去找程毅任何一段眼神对峙的戏，就盯着那不到10秒钟，拿我刚才说的那3条，一条一条对一遍，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你到底能不能对视超过3秒。我赌大部分人不能。还有一个问题，我是真的特别想听听宝子们怎么想，一个演员在某部戏里差点意思，这个锅到底该扣在演员本人头上，还是该怪那部戏一开始就用错了尺子，给错了空间，根本没给他发挥的余地？这个我自己其实也还在琢磨，没有标准答案，咱评论区好好唠唠。今天这期就聊到这儿，喜欢的话记得让我知道，下期见。